最近啊，车圈传出了一条新闻，最新款 FL5的思域钛牌被爆出有大量现车停在仓库，貌似是滞销了。因为我对国内目前在售的这些 JDM 车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兴趣，就一直没有关注 FL5的钛牌。在我的认知里面 ，FL5去年初刚上市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加了好几万提的车。虽然现在钛牌的热度稍微降低了一些，但应该也是原价出售。直到我打开查价软件一看，好家伙，钛牌现在很多地区裸车优惠都已经达到4万块钱了。这跟我印象中那个桀骜不驯的本田似乎不太一样。看来网传钛牌滞销这个新闻可信度还是蛮高的。今天借着这个新闻，学长来跟大家聊一聊Honda们的终极信仰，每一位烂仔的梦想座驾——思域钛牌。我会帮大家详细分析一下目前在售的 LF5 钛牌有哪些比较独特的设计。因为学长本人是汽车销售出身，也从事过二手车行业，我会帮大家分析一下未来新车和二手钛牌的价格趋势。如果说你也很喜欢钛牌，现在是抄底钛牌很好的时机吗？长视频制作不易，还请兄弟们给我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，支持我一波。那提前声明一下，本期视频对钛牌会有很多尖酸而且刻薄、刻意诋毁的话，所有观点仅供参考。如果你是一个忠实的Honda们，建议看到这儿你就可以点击上面的叉退出了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给你带来不适。说起钛牌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地表最强前驱车这个称号。目前纽北前驱车 FL5 钛牌以7分44秒88超越了2019年梅甘娜 RS 创造的7分45秒39的记录。不过在纽北这种20公里长的赛道，圈速只差了不到1秒钟。其实钛牌和梅甘娜 RS 的差距非常小。为啥钛牌能成为最强前驱车？一方面当然归功于钛牌非常优秀的机械素质，这个后面咱们再详细聊。在我看来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本身做前驱性能车的品牌就很少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掰着你的手指头数一数，全世界能称得上前驱性能车的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因为前驱和性能这两者本身它就是矛盾的。前驱车70%的重量都压在前轴，这就造成了车头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响应速度比较慢。受制于机舱空间，前驱车基本上都是4缸发动机，而且机舱给前悬架留的空间也很小。绝大部分前驱车用的都是麦弗逊悬挂。由于前驱车先天结构的局限性，大部分车企如果要研发运动型车，基本上都会采用前置后驱，如果再极致一些，会采用中置发动机的布局方案。钛牌获得的这个最强前驱车称号，含金量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。参赛选手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的冠军，大家没有必要刻意的去神化它。但是抛开最强前驱车这个称号 ，FL5 钛牌本身还是有一些实力的。毕竟小王也是王，就算只有2名参赛选手，你有可能还是亚军呢，对不对？下面学长来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这台车有哪些黑科技。首先从发动机开始说起。FL5 的发动机还是沿用了上一代 FK8 的 2.0T 代号 K20C1 的发动机。这台发动机虽然是红头机，但本质上大家可以理解为冠道上面的那款 2.0T 机器更换了强度更高的腹内零件，对发动机周边零件，比如说涡轮、进排气和散热系统进行了强化。在技术和设计上，钛牌的发动机和冠道的 2.0T 发动机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你可以把钛牌的 K20C1 理解成冠道发动机的官方3节改装版。两台发动机的缸径行程都是86×85.9毫米，压缩比一样，也都是9.8:1。国内版的钛牌只有300匹马力、420牛米的参数数据。限制马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颗粒捕捉器，后期可以通过拆掉颗粒捕捉器，重新刷写 ECU， 马力大概能做到400匹左右。对于一辆前驱车来说，400马力几乎就是极限了。马力再大，加速的时候前轮抓不住地，也不会提升性能。这台发动机单从技术层面来看，是不如现在那些主流的欧系 2.0T 发动机的，但好在质量稳定性非常不错，很少有听说过本田的 2.0T 发动机出问题的。这台车发动机和变速箱其实没有太多可值得说的地方。本田最引以为傲的 VTEC 可变气门生成技术，现在其他主流的品牌也都有了，而且人家大多数都还是无级调节的，比本田的2段式调节还要先进。变速箱方面，本田实在拿不出一台有运动性的变速箱，总不能给这个钛牌用 CVT 变速箱吧？以前斯铂瑞 SI 的8速双离合，还有北美雅阁的10AT 变速箱，如果要给钛牌用，
换挡逻辑调教上又需要花很大的功夫。本田一不做二不休，给Type R用6速手拨，一来可以提升键盘值，形成差异化竞争；二来也缩短了开发周期，节省了成本。这种一石二鸟的操作，不得不说真是妙啊！不过Type R的手动挡换挡手感确实非常棒，换挡行程短，齿轮之间咬合有吸入感。在手动挡的操作体验上，Type R比绝大多数车都要好。F15 Type R 最值得说的地方是底盘。这代Type R和普通思域底盘是不一样的，Type R 做了宽体，实车正面看上去非常的宽，要比普通思域帅很多。原厂有宽体代表Type R 的轮距更宽，要重新设计悬挂几何，而且Type R 卖的这么少，这些研发费用没办法跟普通思域平摊，所以Type R 卖的贵是应该的。但42万这个价格，我觉得还是过于离谱了。在我心里，Type R 这台车的机械素质大概能值30万，加上车的品牌和信仰加成，35万就封顶了，不能再多了。原厂宽体可以让Type R 的前轮宽度做到265，甚至改轮毂以后可以装下295宽度的轮胎，还蹭不到翼子板，这就非常离谱了。我基本上就没有见过哪台车原厂前轮可以做到这么宽的。有了超宽的前轮，配合上前轴托森式的向滑差速器，还有重新设计的双轴支柱式麦弗逊悬挂，这些东西你是不可能在一台原厂买菜车里面见到的。有了这些，可以改善大马力前驱车过弯推头，也能让你在急加速的时候方向盘不会跑舵。分析了这么多，Type R的机械素质在前驱车里面绝对是第一梯队的水平，但是它在我的心里依然只值35万。其实不是Type R卖的贵，是因为它的对手实在是太多了。就比如这台车，最新款的宝马 M240，都说 M240现在优惠也很大，我好奇查了一下报价软件，直接给我吓了一跳。指导价41.98万元的 M240，很多地方裸车优惠完只要35万，这可是民用6缸机皇 B58的宝马呀！而且 M240可是正宗的纵置引擎前置后驱，一台6缸后驱的宝马比4缸前驱的本田还便宜，选哪个车大家应该不会犹豫吧？如果说把车子的运动性能比作一场篮球比赛，Type R就像是一个学了5年篮球、基本功非常扎实的初中生。M240就像是一个没有经过篮球训练，但是身体素质非常优秀的大学生。如果2个人直接打比赛，可能初中生会赢，但是大学生稍微学几个月篮球，就能把初中生按在地上摩擦。M240大家可以理解为换装了 B58发动机的普通2系，原厂调教还是买菜车偏街道行驶为主。原厂 M240主要是被避震、轮胎和刹车拖了后腿。一旦你给 M240改装了这3件套，驾驶体验绝对要比 Type R 强。B58发动机可是拥有600匹潜力的性能怪兽，再强的4缸在6缸面前那都是弟弟。如果你不是忠诚的Honda们，没有理由会放弃 M240去选择 Type R， 除非你真的非常喜欢手动挡。最后聊一下未来Type R 的价格走势。我们先来说新车，目前新Type R裸车价优惠完大概在38万左右，因为第一批铁粉该买的已经买完了，现在现车库存又很多，年后一直到今年的9月份，Type R 的价格应该还会再往下掉一些，但是空间应该不会太大了。裸车估计最低能到36万多。如果说Type R真的到了这个价格，学长认为是非常好的抄底Type R的时机。随着这批库存清完，未来本田中国对Type R的进口量肯定会减少，因为这种品牌图腾车型根本不需要追求销量，降价反而会拉低品牌形象。所以等这批车库存清理完了以后，新车价格肯定会慢慢的涨回去，最后稳定下来的价格应该会在41到42万元这个区间。那关于二手Type R的保值率，大家可以大概参考一下86和 Supra， 会比一般的车略微保值一些。毕竟Type R这台车新车是不限量的，你要是指望买回来开个2年，赔个购置税再卖出去，那你绝对是想多了。如果说有一天本田宣布Type R未来要停产，或者没有燃油版车型了，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二手的Type R贬值速度会非常慢，甚至于20年以后，如果说你手里的Type R车况很好，还有可能会升值也说不定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看到这儿，兄弟们，请给我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，支持我一波，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拜托了，兄弟们。如果说你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话，也可以进超音速的主页点一波关注，学长会持续更新有趣有用的汽车内容。这里是超音速，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，我是吉姆学长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